这也太巧了！吴东胜小组现在就在凤瑶谷。好，这才是一营的侦察班长，有任何消息立即汇报。是。营长，凤瑶谷的石桥是断的。断的？这是他们刚刚发过来的石桥信息，看。上车！全体都有，上车！ 营长，保条组在2营行进的路上设了帐，他们的车队现在也停下来了。好，你看，这两边都遇见了难题，而且问题还差不多，有点意思啊。任军，啊，依你看他们会怎么选？我感觉以郭子健的性格，他应该会选择架桥。但如果姜胜强也选择架桥， 在时间上，一营还是属于劣势。这种天气，选择架桥，太危险了，对吧？我们现在想要取胜，就必须要让姜胜强选择绕行。我们折返清障，跟他们绕行的时间差不多。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啊！我要的不是一线生机，是100%的决胜之策。 所以我们不折返，选择架桥。这种天气情况下，你要架桥，姜胜强又不是傻子，你怎么可以确定他一定会绕行？姜胜强是聪明了一把，但是我要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给我玩一招出其不意，那我就还他一个瞒天过海。抓紧时间，迅速清理路面，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快点，再快点！ 保障连发回消息，一营正在清障。哎，郭子健是放弃在凤瑶谷架桥啊！这个天气下选择架桥，那才是真的疯了。他一营只有选择折返，才有机会和我们一搏。命令保障连，在第1道障碍后面再设置1道障碍，务必延误他们的时间。命令各连绕行出发。是。 好，稳中求胜。这个圈子兜的可不小啊！斩断一营后路，给他争取了时间，这是姜胜强可以选择的最佳方案。可一营为什么只有小分队去清障，而大部队却原地不动呢？首长，我觉得这郭子健可能是憋着坏了。这不是一营的一连长李松伟吗？他不是保障连的。等着看就知道了。报告，营长，2营确实选择了绕行。好，前面这个路段相对开阔，通知保障连马上架桥。是。 梁赞，他们这是要架桥吗？郭子健想干什么？还真的要架桥啊？没错，在设置导条方案的时候，我就已经将天气、路线以及他们所有备选方案中可能会遇到的所有情况都做了详细分析。
超过雨天在蜂腰谷架桥的可行性。各项数据显示，蜂腰谷架桥可以实现。那这么说，他们刚才清障那是障眼法？哇，他俩这心眼玩的，这叫谋略，不叫玩心眼。只有把握每一个机会的人，才有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在这种环境下架桥，确实太冒险了。刘参谋，到。通知郭子健，立即停止架桥。是。营长，指挥部呼叫。指挥部请讲。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停止架桥？为什么？重复。动摇命令，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报告指挥部，演习指令一旦下达，听从作战命令开始，无法暂停。演习方案很明确，一营指挥员是我郭子健，除导条组外，任何人无权干涉。一句话，你的动摇越权了。我。这一营万一真的出了事儿，他郭子健负得了这个责吗？老三，下车看看。孙兴旺，走。报告连长，保障连已经全部到位，营侦察班就在山谷对面。山谷什么情况？战斗队正在选择逃生的地点，战阵雨太大，可能会影响整体的进度。我过去看看。会不会太危险了？报告，首长，您不知道，演习这么多年，很少安排关于架桥这方面的科目。即使有，也是由咱们旅保障营完成作业的。各个营的保障力量，基本没有单独完成过这么复杂环境下的任务。再说下这么大雨，万一要是出……我就是一个观众，丁田啊，不讲评，不表态，你们该怎么组织就怎么组织吧。是。小心！哎！警长，走来！警长！怕什么来什么，还真让我说中了那种。老苏，冷静点，你看到没有？这下子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等结束以后再说，我收拾他。抓紧了！营长！小心，营长！吓死我了，梁三！报告营长，敌营没有折返，正在蜂腰谷架桥。啊！
攻中计了。营长，现在更改路线恐怕来不及了。现在这样的天气，一营架桥未必能成功。郭子健这个疯子，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是，各部，全速前进，全速前进。队长，走。我问你，桥建得牢靠吗？教导员放心，战士们正在铺防滑垫，车队马上可以通行，必须保障万无一失，保证完成任务。营长，我建议依照次序，人桩分过。我也是这个意思。胡三号，到，同声所有过桥单位，人桩分过。是。他们真架桥成功了。不过这郭子健还真是挺厉害的，一句越权把索副旅长都给呛得没脾气了。他的话没说错啊。演习一旦开始，如果现实中的领导再发布指令的话，那不就穿帮了吗？但照这么看，这一营不是要反败为胜了？这一营的前进道路可真是一波三折呀！我要处理这个短信包，是他向我保证过的，万无一失。别急，侦察班已经过去查看了。那个刘参谋，到，通知郭子健，看要不要终止渡桥，组织抢救。是。什么情况？有一艘泥土浮进了松洞，问题大不大？装备起吊扶持之后，原本的桥基显露出来了，安全的，完全可以承载车辆通行。确定吗？再给俺1分钟。营长，车辆完全可以通行。好。胡参谋，到。二营到什么位置了？营长，他们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按照他们现在的速度，应该会在早晨6点到达集结地。看来我还是低估他了。营长，这天气恶劣，架桥过桥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都要长啊！不要安慰我，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让大家注意安全，迅速过桥。是。真是让首长见笑了，这场拉动啊，比一场演习还像实战。哎，你说这郭子健，他是兔子急眼了，还根本就是一个傻大胆啊！要我说啊，他纯粹是运气好，瞎猫撞上死耗子了。哎呦我的天哪，给我吓得一脑门子汗呢。这运气啊，有时候要青睐有准备的人。我倒是建议啊，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复下盘，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也许你们的感受才更真切。是。
一营的兄弟们，唱首歌，团结，预备，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高，比天还硬，比高还强，向着法西斯的开火，让一切不民主义制度死亡。郭子健，还没到高兴的时候。是，你先到了，但是拉动的全过程都是要计分的。你走错了路，这是最大的减分项。什么加分，什么减分？你说了不算，得导条组说了算。嘿嘿。各位，整队待会。是，全体都有，组长们起舞，走。刘科长到，你也盯了一晚上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报告校长，虽然现在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根据各种数据和情报信息显示，1营先行到达集结地，应该是1营胜。记住教训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侦察兵就是领导战斗决策的眼睛和耳朵，你们的准确会让你们的指挥员耳聪目明，你们的失误就会导致你们的指挥员的耳聋眼瞎。尤其在天气恶劣的条件情况下，我们的郭营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迎接我们的战友，万一有个3长2短，不多少，都，我相信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教导员，俺知道了，俺一定好好的检讨，类似的失误不可以再有下一次了。俺保证，要是再有失误的话，俺一定提头来见。吴东升，从头到尾，我们的郭营长一再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对你还是很认可、很肯定的。你这脑袋是属于祖国和人民的，不要到处给我乱给。我要的是准确无误的情报。是。报告，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说说理由。走错路，为什么不扣分？好啊，既然对结果有异议，那现在我们请导条组参谋梁红同志做一个简要说明吧。是。各位首长，这次拉动是对合成营实装行军的全方位考核，但在这中间，我们也设置了几个小的科目。第一是1营的目标点，我们设置了虚实2个点，非常接近，很难判断。但是同样的情况，2营并没有。第二，2营虽然没有设置目标点干扰，但是在途中专门设置了路障，路障300米侧就有简易山道。按照预先设定，车队在通过简易山道后，通过架桥便可直抵集结地。但是2营却选择了长距离绕行。1营在发现车队方向差错后，
及时在绝境中另辟通途，这当然要加分。这也是原先在设置课题时就早已备注了的加分项。所以，通过各种综合比较，并以双方作战力量、大部队到达集结地域的时间判断，我们才得出了一赢胜出的结论。完毕。看来梁参谋对这次拉动的所有规则和评分标准都已经烂熟于心了。梁参谋这个大脑就是一个小型的数据处理中心呢。我再补充2句啊，其实首长在对2个营进行课题设置的时候啊，是充分考虑了天气因素的，所以昨夜的那场雨也是选项之一，即雨夜山路车队行军。指挥员要面对的，除了军事指挥外，还有安全问题的处置以及当机立断的魄力。一场正常的雨夜战备拉动，让我们从首长那儿学到了很多实战中应该掌握的理念和技能，也学到了作为指挥员应对复杂环境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综合素质。这应该就是这次训练的初衷和真实意图。那么接下来呢，请首长宣布结果吧。我早就说过，今天我就是观众，不是裁判，你们自己商量吧。那我就和索副旅长先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晚点宣布结果。好啊。1、2营，先回去集结队伍。是。袁强，就这么点度量啊？郭子健，我不管主攻营的打擂结果到底是怎样，1对1单挑，敢吗？田行长，指挥员比的是综合素养，咱不能意气用事，对吧？虽然2营跟我们1营一直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团结才是力量。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指挥员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吗？啊？还是说你郭子健已经习惯了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手段，早就忘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事素养了吧？想比什么？综合战斗演练，敢吗？没问题，奉陪到底。我现在就去找首长汇报。郭子健，我知道你厉害，但是江胜强跟咱们1连那些小子他不一样，人家是全集团军综合战斗演练记录保持者，你不能说答应就答应。怎么了，教导员？信不过我？那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我是怕你万一不小心真输了，那不也丢你自己的面子吗？没有万一，一会儿就把冠军拿回来给你看，行吗？郭营长这么有自信啊？那我们去给你加油，你欢迎吗？欢迎啊！你们要能来，我就更有劲儿了。郭子健，你肯定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低调，小心驶得万。别使得万，别人在都给我面子，行吗？啊！梁彩，这郭子健还真挺有意思的。哎，我感觉你们2个好像挺合拍的哎。我跟他合拍？就比如说上次那个什么营战斗权，张胜强都不知道，你一下子就给说出来了。还有这回架桥，你给双方都留了空间，可是就郭子健做到了。哎，大概就是你们学神的事情我不懂吧。刘科长，
杨参谋，方便单独聊两句吗？啊，梁三，那我就先走了。杨参谋，有件事儿啊，事关我们旅的参加这次集团军演习的整体布局和规划，想请你帮个忙啊。集团军的战役演习本来就是我们基地的工作，刘科长客气了。想必这次打擂的起因呢，你也是了解的。但是现在这个1、2营为了争夺这个主攻营的位置，可以说是闹得两派俱伤，影响团结，甚至我们旅的领导在上级面前还有失体面。会吗？虽然江营长对比赛提出过质疑，但是我已经把所有的数据还有设置的规则都跟他解释过了。比赛是公平的，怎么会影响团结呢？反正这个事儿啊，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不但影响整体的部队士气，还会影响我们早就拟定好的演习计划。演习计划不应该是按照对抗实际现场去拟定的吗？怎么可以提前设置？这样不科学吧？话是这么说没错啊，但是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作战单元的设置、主攻营的确立，这些还是要提前做准备的嘛。那所以呢，有什么是我可以帮你做的吗？我是在想啊，你看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比赛结果的认定？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的，抱歉。梁参谋，别误会，我不是让你作假，我只是觉得郭子健这个人啊是个不稳定因素，这一点我相信你我之间都深有体会。你忘了上一次他假传命令的事儿了？那我们都是受害者，对吧？我们这一次的对手呢是404旅，那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主攻营，那很有可能会影响最后比赛的成绩。我这也是为大局着想啊。刘科长，原谅我没有任何机关工作的经验，也对你口中所谓的大局缺乏理解。我是一名导调人员，我只对我的工作原则负责，用数据说话，其他所有的一切跟我没有关系。杨参谋，你考虑考虑啊。轴啊，不懂变通。经旅首长批准，比武现在开始。哎，有个情况，我想了想，还是得跟你说，免得一会儿结束了良心不安。你也有良心？你是黄鼠狼给击败你不安好心吧？哎，瞧你说的！我刚刚试了2遍那个障碍秋千，你那边稍微有点滑，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小心点儿。怎么着？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跟我玩心理战术？告诉你，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也一定要赢你。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呢？一会儿输了可别哭啊！郭子健，别在这儿跟我废话！告诉你，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现在认输，要么一会儿跪下来喊爸爸。上车准备。哎，梁才，你说他们2个谁能赢？不知道。不是吧？前2天比武的时候，你把郭子健称为变量，我还以为你得趁机把这变量给计算清楚了呢。我刚才查阅了他所有的科研成果，他在战法和指挥领域确实非常优秀，但是综合战斗演练考的是军事素质，所以谁输谁赢，我也不能预测。不是吧？你还真查了？当然真查了。梁副军长希望我把基地的信息平台建立起来，所以所有跟演习、导调相关的数据我都不可以忽略。所以说，郭子健也是数据信息？对我的研究课题来说，他是的。
准备。他也太帅了吧！我刚刚试了2遍那个障碍秋千，你那边稍微有点滑，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小心点儿。太精彩了吧！确实精彩。看来是我想错了。综合战斗演练，也不全拼的是体力和技术嘛。看尖子比武，真是一种享受啊！是啊。哦，对了，首长，一会儿康政委会当众宣布打擂结果，这会不会对战士们的情绪产生影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宣布，都会受到影响的。好在战士们都已经知道打擂的结果了。这次比武，无非就是2营长再找回一点士气罢了。首长说的是，士气当鼓嘛。同志们，在宣布比武结果之前，我先要讲几句。你们2个营啊，一直是旗鼓相当，很难分出胜负。无论哪个营获胜，都在情理之中。获胜者只是在下部的演习当中担当主攻营，并不意味着军事战备能力的全面超越。比武过后，我们马上要投入与404旅的演习，考验我们的还在后面。但是我更相信我们396旅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永不言败的队伍。还是那句话，上下不遇者胜。396旅，现在我宣布，获得主攻营资格的是合成一营。2营，加点灯，鼓掌。这个郭子健真是盘我，用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一营带的咸鱼大翻身了。咸鱼翻身啊！这一营几年前也是集团军的军事标杆营啊，就是因为江胜强太强了，所以呢，就把一营的亮光给遮住了。那所以这郭子健打擂成功了，他显得难能可贵嘛。是啊，哎，你小子是不是在提醒我呀？不是。我上次找您预定郭子健的时候，您说他还没拿到主攻营呢，那现在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您看这难得的好时机嘛。关于郭子健的安排，我跟军长还有政委都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的想法。最难得的是，步兵学院已经帮郭子健办好了一切的手续，可谓是万事俱备。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一营的风气啊，必须好好整治整治，那太不像话了。就上一回跟2营的对抗，他们的侦察班摸了哨，还把人给绑了。行，你说你绑了就绑了吧，你猜怎么着？他们还拿哨兵的袜子堵了人家的嘴。那几天战士们都东奔西跑，哪有时间洗脚洗袜子呀？结果给那战士熏的，差点没背过气儿去。他这种行为啊，不单是违反了纪律，最关键的是，他伤害不大，他侮辱性强啊！确实有点不太像话。这事儿我已经找了桑海天谈了，这种爱出风头的行事作风，必须要好好抓一抓。就是，但是这次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没想到最后搞成这样的结果，让您失望了。这事不能怪你。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说有些投机取巧，但是这么短的时间，能把一营的战斗力提高了，说明这小子有过人之处啊。我倒是觉得，主要是江胜强过于求稳，再加上轻敌。不然应该不会输啊！你输就输了，你说那些干什么呀？我觉得也有好处，这样能给江胜强上弦儿。年年让他拿第一，他就骄傲了，松懈了。那咱们还真让一营当主攻营啊？那要不呢？通过打擂选主攻营的事儿，早就传出去了。军首长亲自观战。基地导调组认证了结果，啊，我们旅部说话不算数啊。可是您又不是看不出来，这郭子健完全把打擂当成个人表演的舞台了。我敢说，如果梁副军长不到现场来观摩，他郭子健绝对不敢这么放肆，还公然抗令。其实打擂倒无所谓啊，我就担心，将来在演习的时候，擅作主张、不听指挥，那是要出大乱子的。可不是嘛。哎，老左，方政委还没回家？等你呢。等我？哎，有事啊？哎呀，老左，最近呢，我有些困惑。
想让你帮我解解。哎呦，没想到我还有机会给康大政委做思想工作。我知道，你不认同一营啊担任主攻营，郭子健的态度啊也让你很不舒服。不至于，哎，我也明白，你是为集团军演习的事担心。没错，我这心里没底呀。有件事，不知你想过没有？郭子健为什么偏偏被安排到我们396旅红一营当这个营长？不用考虑，我也知道。知道什么？犯了错误来受罚的。这说的就是气话。我们红一营可是集团军的旗帜，有到荣誉营来受罚了吗？那你说为什么？不知你想过没有？郭子健为什么偏偏被安排到我们396旅红一营当这个营长？不用考虑，我也知道。知道什么？犯了错误来受罚的。这说的就是气话。我们红一营可是集团军的旗帜，有到荣誉营来受罚了吗？那你说为什么？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梁副军长的意思。梁副军长。郭子健啊，虽然行事有点出格，但是他对部队的改革的一些想法，甚至包括出发点，都特别符合梁副军长的胃口。我看许灵军对他也很关注，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调到集团军作训处去了。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来镀金的呀。镀金？哎，就他在一营这3个月的这个表现，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你觉着像是镀金吗？更何况，一营在他来了之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什么事啊？梁副军长。梁副军长专门交代过，不用特殊的照顾，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之所以现在告诉你啊，就是希望你能够从大局出发，能够更客观的看待郭子健这个人。是客观，还是客气？当然是客观了。关键是，他合首长的胃口，他不合我的胃口啊！老左，我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把你这暴脾气啊给我搂住了。我跟你说，我一想起来我就肝颤，我时时刻刻怕出事儿。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怎么觉着，这不像是首长想考验他呀，这是在考验我呀。哎呀，哎，我发现咱们康大政委这思想工作做得也升级了。我这不是困惑吗？郭子健，梁参谋，郭营长，怎么？又有什么事情吗？就是想谢谢你，谢我什么？谢你对一营的支持。我不是支持一营，我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好，那就谢你的公平公正。不客气，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以后多交流。散会。什么情况？什么情况？那个梁参谋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多交流。
你带的兵。你要没什么事，我挂了啊。哎，有事儿，哥，我记得你年假是不是还没休呢？再有半个月就是我的毕业典礼了，你能回来参加不？你爸妈都在，我有去的必要吗？他们能和你一样吗？谁都不能代替我哥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哦，这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了。你要是不来的话，我会伤心的。要不然这样，我让陈汉霄不参加了，让他给你腾地儿。行了，少给我来这套。那你来不来嘛？我最近要出差，到时候再说吧。啊，挂了。干嘛呀？女朋友？什么女朋友？我那么快？都有女朋友了，那跟其他女同志来往，就一定要保持距离。我们是纪律部队，在感情上一定要专一。想那么多呢？我这打个电话，你是把我孩子在哪上幼儿园都想好了？那当然了，咱们军的幼儿园真的挺好的。你嫂子行了。你听说了吗？咱们营长要调走了。啥？啥？不可能的事儿！怎么不可能？咱们营长来的时候就是代营长，你知道什么叫代营长吗？就是暂时的。不是你从哪儿听的瞎话？你别管我从哪儿听说的，反正大家都说他是被集团局作训处看中的人，他来咱们这儿就是过渡一下的。不可能！这集团军战役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刚帮咱们争取一个主攻营的位置，不会这个时候丢下咱们的。以后这种瞎话少传。你跟我急什么眼？我心里还难受着呢。反正俺不信，咱营长肯定不会那么干。是啊，班长，我也不信咱营长会那么办。但是他怎么想是一回事儿，要是集团军铁了心调他走，他能有辙啊？你不说话，没有人当你是哑巴。你说不行，我现在就去找老孙和老高他们，一起向上级请命，必须把咱们营长留下。连长，你们几个不去组织训练，干嘛去？营长，你不能走。对，不能走。谁说我要走了？我就说这是谣传吗？都怪你小子满嘴跑火车。集团军呢，对我们的营长确实要有新的任命，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任命呢，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在此之前，你们就不要胡猜乱猜了，尤其是不要搞请命这样的事情，听到没有？不是，那我们也得表达我们的意见呀。这万一调令要是下来了，不啥都晚了。李松伟，以前最巴不得我走的人是你，怎么现在舍不得我了？就舍不得？怎么了？这不光我舍不得，大伙都舍不得呢，对不对？对，这样，营长走，我们舍不得你走。上级领导在安排我工作之前，肯定会征求我的意见。既然大家都舍不得我，那我就算在领导面前撒泼打滚，也肯定赖着不走。这可是你说的啊，可不能忽悠人。行了，少腻腻歪歪的。集团军的实战演习马上要开始了，这一次我们一营是主攻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训练上，要在这次演习中向大家证明我们一营还是原来的红军营。是，都回去吧，好好准备训练。梁副军长到底跟你是怎么说的？一句话，等通知。
秀怎么样了？好了，好，回去休息吧。是营长。营长，什么事儿？俺李松伟没把话带到吗？你也是来劝我的？不是的，营长。俺想说，李连长他们的话您别放在心上。如果你要真想去作训处的话，就去吧。上来。哎。坐。营长，其实作训处呢，确实是个好地方。毕竟机关单位呢，不像咱们基层部队这么辛苦，而且呢，也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您个人来说，确实是个更好的选择。营长，你为俺们一营做的够多的了，真的，也让一营改变了很多。但是俺们不能像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什么事都得依赖着您，那更不能拖了您的后腿。有你这句话，我郭子健没白来一营当这个营长。哎，对了，营长，俺把这个送给您。嚯，99A，也没少花功夫吧？就这么给我，舍得？舍得啊！营长，上回你给俺的那本关于外骨骼的书，俺也看了。有机会啊，俺也想试试。先从模型开始，等把所有的知识呢都学会了，俺就给你做到真的。哦，好家伙，做那个东西可不简单啊！除了得有知识，还得有资金。营长，你知道俺从你身上学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吗？不会是狂妄自大吧？哪儿能啊，营长！真的，俺从你身上学到的就是，只要敢想敢做，目标就有可能实现。瞻前顾后，那就只能原地踏步。好样的，吴宗盛，能文能武，不愧是我们一营的兵王。谢谢你的礼物，我会好好保留。郭子健，什么？是来拜师学艺，还是履行赌约来了？我对你那套歪门邪道不感兴趣，我有话要跟你说。听说你要去集团军作训处当参谋了，既然如此，干嘛非要跟我较劲？就算你一营拿到主攻营的位置，临阵换将，你不觉得会影响到军演吗？杨强，先不说组织上要怎么安排我，只要我一天还在一营，就一定会把一营带好。还有，一营能有今天的成绩，不是我郭子健一人的功劳。就算我现在立马走人，我相信一营照样能够在演习中取得好成绩。再纠正你一句，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较劲。你没拿到主攻营，是因为你实力不够。郭子健，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作战指令，部队马上就要出发。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红一营虽然是荣誉营，
传统红军营，但是也好多年没有当过硬邦邦的军事标杆营了。但这一次，我们不一样了，我们要带着这种光荣、这种荣誉、这种打仗的状态，奔赴演习一线。在出发前，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紧急通知：经上级首长再三研究决定，从今天起，郭子健同志的任命已到。郭子健同志正式成为我们一营的郭营长。下面就有请我们的郭营长为大家伙儿好好讲两句。第一天，演习场目标打赢，全营都有上刺刀，出发！目前，蓝军的一部分兵力正在向玉皇顶前进。玉皇顶是往年每次演习中双方必争的高地，谁拿下玉皇顶，就意味着在这次战斗中占据了最有利的进攻地势。蓝军这是想要先下手为强，可这种打法似乎又缺少了点新意。没错，经过侦查，蓝军派往玉皇顶的并不是他们主力部队，蓝军的指挥所及其主力部队应该在西风谷，所以这是他们的诱敌之策。他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的部队吸引到玉皇顶，然后从西风谷对我们的指挥所进行直接打击。我宣布一下作战计划：明天早上7点，第一炮由一营发起。郭子健，到！你的任务非常明确，给我瞄准蓝军指挥所，狠狠的打。是。2营到！你们负责助攻1营。是。3营到！对火力打击之后的蓝军实施包围，尽可能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是。4营到！密切关注蓝军玉皇顶的驻军，防止他们和西风谷形成策应，回援西风谷。是。各位，这是咱们战前最后一次集合。我希望在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一旦下达作战命令，希望大家务必坚决执行。同志们，404旅虽然难打，但我相信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我们396旅众志成城，勇敢作战，一定会创造奇迹。保证完成任务，抓紧时间准备。郭营长，这个是集团军侦察营同志提供的主攻营打击目标。集团军配属给我们侦察营的侦察结果是没问题的，这里就是他们的指挥所。别着急，再看看。
来这么早啊？您好好休息休息再过来，养足精神才好，观敌聊阵，指点战局嘛。我精神头足着呢。哎，这个龙远山啊，真不愧是蓝军的专家。从演习前的部署来看，局中有局，套中有套，真不错。这话您不早就说过吗？古今中外，打仗最高明的招数，也是最普及的招数，那就是你来我往中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这仗这么打才有意思嘛。对呀，仗打得不激烈，兵地练不扎实，官儿也逼不出能耐来。首长说的是。你给我预测一下，你觉得这次演习，红方的胜算有多大？我说啊，那我可实话实说了。你还给我来虚的？当然实话实说了。我是觉得呀，这个上级领导安排索建安同志以副代政新市指挥权，当然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但是我觉得索建安同志就魄力而言，有点沉稳有余，创新不足。再加上他的参谋长刚刚上任，在军事指挥上肯定会有短板，所以我判断红军危险。郭子健不是你的爱将吗？还提他，首长，我这可是白白丢了一个作训参谋啊！瞧你还激动起来了啊？有什么激动的？你不觉得郭子健更适合做一个基层的指挥员吗？虽然没安排他去你们作训处，但是你能发现他的潜质，也是功不可没。我可不敢谈这个功，首长要没有您点头，以郭子健这狗脾气，无论如何走不进咱们第8集团军队列中来。荣誉感还挺强的。林军啊，这次演习，我预判有点看头。班长，刚才你可是亲眼目送红方侦察小组离开的？那是当然了。红队的带队的是一个侦察兵老手，而且专门留了一手。他们的小队队员离开好一会儿之后，最后的警戒队员才撤退的。还好我偷了个懒儿，没站起来，差点就成他们的舌头了。是内行。参谋长，你看咱们这个部署还有什么漏洞吗？左副旅长，我这演习前才就任，还是全听您的。也不用谦虚，其实我知道，你进入的非常快。我就补了点功课，还差得远呢。从兵力与火力的部署来看，我没有发现任何漏洞。但是一线的情况，我还想去现地看一看。好，快去快回。是。旅长，瞎叫什么？可是您现在就是红方指挥员啊！再说杨旅长现在一心就扑在这个新课题研究上，看这架势，应该是很快就要调走了。而且，这次他进课题组之前，可是他亲自推荐了您来做这个代理旅长，这说明他对您还是很认可的呀。再说了，集团军这一回安排您来做这次演习的红方指挥员，这又说明什么？说明杨旅长走之后，您做这个旅长，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嘛。什么叫板上钉钉？只要我还是1天的副旅长，就不能坏了这个规矩。我记住了。行，都听您的，反正也差不了2天了。各营部署的怎么样了？对了，我来就是跟您汇报这个事儿的。刚才我跟政委，到各营检查部队部署的时候，发现郭子健不在啊。郭子健不在，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他一个营长，擅离职守，上哪了？不清楚，但是哨兵说他带着一连长李松伟去检查部队去了，但是具体去哪儿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听就是在糊弄。郭子健呐，你一提他的名字，我这眼皮就跳得没完呢。本来以为演习之前就把这大佛给送走，可是没想到梁副军长又改变主意了。不管怎么样，演习结束之后，我觉着咱得好好盘盘他，太不像话了。政委呢？政委让我先回来，再跟您研究研究作战部署。他还在一营呢。三海田，跟我说句实话，这郭子健到底干什么去了？你是教导员，他是营长，没什么可遮掩的呀。啊，政委，你这有点笑里藏刀啊！你先消消气性啊。您是旅党委书记，我是营党委书记，在您面前，我肯定不说实话，对吧？那为什么刚才真的找不到他？啊！说。政委，我觉得您也应该挺了解郭子健同志的。其实他这人挺简单，就是有点偏执，满脑子想的就是打仗，怎么能打赢这个仗。其实我们祖国和人民需要这样的军人，我们的部队其实也需要这样的军官。我觉得他挺好的。三海田，换点新词儿行不行？我换了，我跟他说了，大战在即，一定要保存体力啊。可他这又不听，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我估计这会儿又去检查路况呢，路况那是一朝一夕能检查完的吗？三海田，演技大涨啊！在您面前，我哪敢呢？说，来说，继续。我向你保证，他马上就到。啊！说，报首长，联系上营长了。马上。营长他什么他？政委在这儿呢，什么话不能说？实话实说。营长说马上就到。马上啊！好啊，三海田，你说说，你这一晚上给我报了多少马上了啊？手指、脚趾加起来都数不完吗？啊！政委，我这回说的马上，真的就是马上就到。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政委，大战在即，一定要保存好体力。您都走了1万多步，坐会儿呗。真不坐呀？我们营长特意交代了，一定要让2位吃好喝好，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我们只需要见你们营长。我们营长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小芳，到。党调组的2位同志要找咱们营长，你跟他们说说。那2位，我先忙了，慢用。我们营长不方便。那就见教导员或者是营参谋，谁方便见谁。报告首长，他们都不方便。你没事。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先工作吧。走。那不行，没有上级的命令，你们不能乱走。我们不叫乱走，我们是导演部的，有权利无死角检查。无死角，男女还有别呢，怎么能说是无死角呢？你说什么呢你？反正就是不行。洪班长，到，请记录。是。红方1营干扰导演部正常工作，使我部无法获取正常演习信息，故列入扣分项。是。哎，你别瞎写啊！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吗？哎，梁参谋、洪班长，吃过饭没有？郭营长，你们一营好大的架子，
拦着我们不让见首长不说，还阻碍我们正常工作。还有这回事儿？怎么能这么对待2位导演组的同志呢？你小子欠收拾是不是？以后记住了啊，对2位美女导调员要客气，要尊重，听到没有？是，营长。新兵蛋子不懂事儿。这倒是没什么，只是郭营长，如果你有任何的作战行动或者部署，可千万不能瞒着我们，不然到时候记录不全，演习结束之后丢了分，可就不好说了。哪有什么行动啊？我就是去各个连队转一转。你们这么辛苦，要不要再休息休息？不用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太努力了，请。辛苦啊！营长，政务还等着你呢。知道了，做得不错啊，回头再奖励你。都是营长教的好。梁子儿，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怎么说？哎，把这个给我。洪班长，紧急录：红枫一营阻碍导演部正常工作，使我部无法获取正常信息，列入扣分项。真唬人，我差点真记了。我没唬人啊。不是，你真要记啊？我这是按照规定做事的，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我以为你开窍了。对，梁子，你说咱们明明是正常工作，他们为什么拦着咱们呀？难不成他们真有什么小动作？你总算抓到事情的重点了。那怎么办？4个字：紧盯不放。那这回是不是又有好戏看了？梁三，小军，这次是咱们第一回跟索建安较量，你知道吗？这个索建安啊，军改之前是军区的理论学习典型，可就是不知道真本事有多少。我听说啊，这回396旅杨旅长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本来是要请假来指挥的，可上头愣是没批。我估摸着，各位首长是想通过这次演习来试试索建安的火候，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主官的料。所以你看啊，集团军给他配备的火力配属和各种要素都很到位，就连集团军的侦察营都给他用了，正可谓是兵强马壮。这么说，索建安这回是卯足了劲儿要跟我们大干一场。可惜啊，野狐岭注定是他的败北之地。队长，这可是人家索建安的尽职之路啊！你看咱们要不要薛微？我说薛微啊，给他留那么一点点面子，别让他输得太难看。胡扯！演兵场上只有对手，没有人情。部队建立蓝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咱们蓝军做红军的磨刀石，提高部队战斗力。如果咱们讲面子留情面，那就是不称职。所以这回啊，咱们不仅要打，而且要拿出120%的力量跟他打。索建安要是真赢了，那证明他有本事当好这个旅长。如果他要不行，那对不起，只能拿他记咱们404旅的战刀。我开玩笑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再问你一句，西风谷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能确定吗？政委，我可是侦察连长出身，这些小伎俩糊弄不了我。小田，走。情况紧急，我马上要带子健回指挥中心，迅速就作战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在没有接到新的作战部署之前，你负责督促营属各作战单元按原计划做好战斗准备，保证完成任务。完事。到，马上通知索副旅长，请集团军侦察营的同志做好准备。是。这次虽然有功，但下回再私自行动，等着被处分吧你就。是，一定服从命令。我知道了，旅长，巡逻分队报告发现红方侦察痕迹，应该是24来确认我们指挥所位置的。没想到这个索建安行事竟然如此谨慎。
没有打草惊蛇吧？一切都按计划执行，他们没有怀疑。好，命令西风谷负责伪装的部队立即转移。是。假的！我说郭子健，你擅离职守，私自行动，就得出这么个异想天开的结论。副旅长，这不是异想天开，请您相信我的判断是基于事实的分析。你所谓的事实，就是对方的侦查员没发现你，这只能说是直觉，直觉不是事实啊！难道我凭你的直觉，我就能断定集团军侦察营发现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曾慕涵，到，进来。是。曾慕涵同志，现在一营的郭子健营长，经过现地侦查，对你们先期侦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你来谈谈你们侦查的情况吧。是。班长，部队走了，咱们什么时候撤退？急什么？还没给我们发信号。一会儿走的时候，我去黄石岭，你去老虎口。班长，为什么还分两路啊？搞虚实吗？少打听。报告首长，我们的侦查报告都是通过多种侦查手段综合得出的，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撑。你们看 ，A 点、B 点还有 C 点，这些都是典型的指挥机构设置，而且从指挥机构的选址、定位，以及巡逻分队和警戒分队的前出位置，都能充分证明这里就是蓝军的指挥所。不止这些，还有配套设施和保障分队，都和教科书上面的要求严丝合缝，但是却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指挥所的所有人员运转都在有规律地进行某些动作和流程；第二，对面山头是绝佳的观测点，我看过你们的行动画面，你们侦查的时候选择的就是这个地方。按照指挥所设置原则，这样的观测点绝不可能提供给对方。有道理。正好相反，这个观测点距离山谷的实际距离已经超过了指挥所设置原则中要求防范的距离。另外，他们的巡逻组也途经过这里，这恰恰可以证明，他们为了加强防范，甚至扩大了巡逻范围。如果这个指挥所是假的，那这么做根本没有必要。这就是最让我怀疑的地方。我们跟他们的巡逻组已经碰过面，他们表现得十分散漫，甚至有故意放走我们的嫌疑。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故意设置的假象。郭营长，你的分析都是基于现地侦查，可仅仅依靠现场侦查的话，这样的判断太主观了，缺乏客观数据的支撑。我认为我们的分析手段更加全面，也更综合，最关键的是更科学。如果仅仅是依靠数据分析，也可能是最典型的纸上谈兵。怎么说话的？哦，人家就是纸上谈兵，你的结论就那么精准？别把话说那么满。数字依据，现地侦查都有根有据啊，说的都有道理。其实觉得他们说的都挺有道理先喝点水，缓一缓啊。我要是指挥员，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你支持谁啊？眼睛会骗人，但是数据是不会的。那你的是郭子健错了？我们只负责记录，不要妄议对错。会长，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整个旅的作战部署，难道就要因为你一个人的猜想而全部洗牌重组吗？猜想？你觉得这是我的个人猜想？这跟我和二营对抗中用李松伟去迷惑焦振强是一个道理。我能闻出其中的味道。你说1000到1万，没有数据支撑，那不就是主观臆测吗？那不是猜想是什么？如果我们盲目实施打击，那暴露的不仅是我们决策的意图，还有指挥的草率。二位首长，我知道现在时间紧迫，所以请相信我的判断。我的毕业论文主攻方向就是未来陆军多点打击的研究，而且据我所知，404旅的龙远山旅长，他的研究生课题
也是这一方向。好了，现在是实战，真刀真枪的实战，炫耀什么理论研究啊？就是，就算你要讲理论，你讲得过索夫旅长吗？索夫旅长当理论标兵的时候，恐怕郭营长还在练拉枪术。扯远了啊！索夫旅长，我没有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打赢这一仗，即便输，也不想输得那么难看。什么叫即便输？我告诉你，不可能输！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救世主啊？哎，我们领导班子干什么的？就拿饭袋、草包，就你聪明，看把你能的！哎呀，军校指挥专业的高材生。老左，我们现在只说情报，不说别的啊。大战在即，郭子健，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政委的面子上，我撤了你的指挥权。副旅长，如果我刺伤了您的自尊，